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之间为什么没有生殖隔离啊？你很难想象，在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第一次看见高鼻子、蓝眼睛的白种人的时候，他们当时惊讶的程度啊！你也很难想象，这白种人第一次看见非洲人的时候，他们的表情。我们肯定会互相认为我们不是同一个人种，但事实证明，我们之间没有生殖隔离，我们是同一人种，我们有共同的名字叫现代人，我们有共同的祖先叫智人啊。所以问题就出现了。那么现代人是如何起源的？它是如何分布到全世界各个地方的？那么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之间为啥没有生殖隔离，对吧？那么目前关于现代人的起源和迁徙有两个观点的争议。第一个就是本地起源说，有个多中心起源说；其次就是非洲起源说，有个单一起源说。本地起源说的意思是，现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都是在当地起源的，我们都有当地的祖先，是独立进化的啊。比如说在我们亚洲地区啊，有一部分类人猿的脑容量增大，进化成了能人，然后变成了这个直立人，直立行走啊，变成了直立人，最后到这个智人。那么欧洲、非洲、大洋洲都是一样的，都是本地起源的，是互相独立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非洲的直立人啊也迁徙到了全世界各地。那么当时这个全世界各地的人也在互相的迁徙，也在发生着基因交流。那么直到今天我们现代人。那么支持本地起源说的证据就是全世界各地的考古证据啊，比如说人类的头骨、牙齿、工具这些东西，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发现了当地的古人种，比如这个河南许昌人，还有北京猿人啊，这两个都是我国这个境内的古人种啊。那非洲起源说的意思是，现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都来自于非洲，是我们的祖先啊从非洲迁徙过来的啊，他们在非洲进化的路线也是类人猿、直立人，然后是这个智人。那么这个非洲的智人也是我们的祖先，他们先后3次走出非洲，但前2次都失败了，他们的后裔现在已经都灭绝了。第一次是距今20到25万年前，第二次是10到20万年前。这2次走出非洲的智人在欧亚大陆也生活了很长的时间，比如尼安德特人啊，就是前2次非洲智人的后裔啊，但这个人种现在已经消失了。那么第3次，也就是6.5到10万年前，再次走出非洲的智人就成功的扩散到了全世界各地，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如果这个非洲起源说是正确的，那么世界各地的人分开也就几万年的时间，这还不足以形成生殖隔离，对吧？那么问题是，非洲起源说到底对不对？好，我先说答案啊。非洲起源说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啊，虽然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我们的老家在非洲，但这个学说它有坚实的证据，就是分子遗传学。我们通过对全世界各地人群的这个基因的分析啊，我们找到了现代人最早的共同的母系祖先和父系祖先，他们就生活在距今大约20万年前的埃塞俄比亚啊，这是我们的老家，这是我们现在全球所有人的老家，就在埃塞俄比亚啊。这个证据非常的充分，因为它来自于我们的基因。我们知道人类和其他的一切生物的生长发育是由基因控制的，基因可以通过 DNA 的复制和细胞分裂传递给下一代细胞，但是 DNA 在复制的过程中偶尔会出现剪辑突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基因突变，这个突变也会传递给下一代啊。那比如说我们人类有23对染色体，其中有一对性染色体 XX 是女性， XY 是男性，这个 Y 是男性独有的，它在基因传递的过程中只传男不传女。所以我们研究男性的 Y 染色体，然后往前追溯的话，我们就能够找到人类最早的男性祖先啊。那么具体的研究方法是这样的，在全世界各地的人群当中，我们把男性 Y 染色体的基因进行排序啊，研究 Y 染色体中基因突变的先后顺序，我们就发现男性 Y 染色体中最古老的基因突变，由所有男性中都有的基因突变，最早就来自于非洲，最新的突变都在美洲。这就表明了人类的一个迁徙的路线，我们是从非洲出发，到达欧洲、亚洲，然后是最远的美洲啊。那么迁徙的路径大致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最初的起点就在埃塞俄比亚啊，这是我们人类男性祖先就生活在这里。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男性祖先都在这个埃塞俄比亚，那么女性祖先也应该在这里，对吧？那么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们通过另外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知道生物体内有2套基因，核基因和线粒体基因。由于精子不能够提供线粒体基因，所以我们身体里面这个细胞里面的线粒体基因都来自于母亲。如果我们追溯线粒体基因的起源的话，我们也应该能够找到人类最早的母系祖先。那果不其然，另外一组研究线粒体 DNA 的科学家利用同样的方法追溯下来，那么第一个女人啊，她也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代，她就是我们的母系祖先。那么通过线粒体 DNA，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人类迁徙的路线是从同一个地方走向全世界的。
这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基因告诉我们的，非常的准确。所以说，我们现代人的祖先都在非洲，我们从非洲走出来也就几万年的时间，我们在迁徙的过程中非常的缓慢，我们的先民一边走一边生活一边培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不断的在发生着基因交流所以说全世界各地的人的基因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看似被万里重洋这个隔绝了，但是我们的分开的时间没有多长时间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他们和我们亚洲人长得非常的像，这是因为他们和我们东亚人的祖先是同一波，一部分人跨过白令海峡也会直接南下，他们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北方人的祖先那么一部分人就继续往前走，进入了美洲，就成了印第安人。我们分开的时间还不到 1.7 万年所以说人类都从来没有被割裂过，我们一直都在联系因此我们之间是不可能有生殖隔离的，对吧？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一粒新怀宇宙的陈安，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